大家好，我是 FCGRJ。那本期为大家带来的教学影片是这个大家敲完很久的蛇眼啦。蛇眼这套卡组在这个环境真的相当的强哦，它应该是这个环境几乎可以说最强的卡组了。那如果你想要在天梯爬分顺利，或者要打 DC 杯的话，那这一套绝对是你一定要认识的卡组哦。好，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介绍吧。那这一次的教学影片，我效果部分应该会带的比较简单一点。那主要我们还是着重在实战的部分。好，那首先是蛇眼的轴的选择哦。轴的选择的话，这次选的是叉第一轴。那这个轴也是现在最流行的一个带法啦。主要是独角兽在先手，你吃坑可以拔对手额外，然后停泊地可以很好的提供场值。那大部分时候，独角兽加停泊地，像是对上烙印啊、异世会啊这些卡组，其实都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所以这个独角兽现在可以说非常无赖哦。那我自己最推荐的应该就是这个轴啦。那目前是这样，那之后再研究研究，说不定有其他带法也可能。好，那差第一轴的部分后面我们就不再多讲了。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蛇眼本家的部分哦。那蛇眼的话就是蓝色、绿色、粉色，然后炎龙跟黑魔女系统，总共是这些去做构成的。首先是效果部分，我们先讲蓝色蛇眼。那蓝色蛇眼召唤特招可以从牌组找一张一星炎属性，然后二效果是把包含它的2张正面表示卡送木，然后可以从手牌组挑一只蛇眼。那二效果的话，你不只可以吃怪兽，你可以吃用蛇眼效果贴在后台的魔线，或是在场地区没有用的天魔世界啊，或是差利的停泊地等等，这些卡片都是你可以去有效运用的。那一效果我们在这个构筑中基本上只能抓那个啦，就是这个炎灵。那在自己回合基本上就是抓炎灵，那对手回合的话可能会抓下一回合续航。那它的一效果是可以抓自己的这个点是可以去注意的。它的一效果的关系，所以有的蛇眼卡组会去带天童，但是这个构筑暂时是没有放啊。目前看比较多的其实是没有带的，因为带不下，主要是因为带不下。那如果你觉得环境内天童有用的话，也可以考虑带这样子，但因为蓝色是重要的启动点，所以它的一效果如果你拿去捡天童的话，有时候就接下来就动不了了，所以这个大家就可以自己斟酌一下，我觉得可带可不带都行。好，那再来是绿色。绿色因为单卡比较不能动的关系，我们只带一张，那是康博会用到。那一效果是从墓地或除外区选一只一星炎属性的跳到场上或加手牌。对，所以这个卡片如果你在中狙的时候，你也可以考虑选择把你选的卡片加入手牌啦，看状况。那二效果跟蓝色的一模一样，就不再多讲。好，那再来是粉色部分，粉色3条效果都有用。一效果是用抽牌以外方式加入手牌的话可以特招，那基本上就是用蓝色捡，然后再去跳粉色这样子，这是蛇眼最基本的展开。那二效果召唤特招可以捡一张蛇眼魔线，那检索范围的话是这个反叛的罪宝蛇眼，然后还有原罪宝，然后和这个蛇眼神殿这3张卡片，陷阱是不可以捡的，因为陷阱它没有蛇眼字段，它是罪宝字段。那先手展开的话，一般我们会捡神殿。那如果是粉色单开的话，我们就只能捡原罪宝这样，那就是看情况去抓。好，那再来3效果，3效果就是它被送到墓地的话，你可以把墓地一张炎属性怪兽贴到后台去哦。那配合蛇眼其他本家就可以去利用那张后台这样子。那贴自己也可以，然后贴其他像是灰流啊、炎龙啊什么，其实都是 OK 的。最后一张主牌组的是这个蛇眼的这个炎龙。那这张卡片它自己是没办法特招，就是它是要用刚前面讲的那个蓝色跟绿色去做带的。那3个效果也都蛮强的。一效果是可以把场上或墓地一只怪兽贴在后台哦，在后手返场的时候可以拿来做结场，然后先手做场的时候可以把墓地的 IP 贴回来，然后在对手回合用它的2效果去把那个 IP 跳到场上。那3效果也是先手做场很常用的，就是从手牌到场上送到墓地的话，可以从墓地拉2只炎属性等级1的。那蛇眼系统全家都是炎属性等级1哦，所以你就是只要进到墓地的2只都可以拉这样子。那这个要注意的说，你墓地如果不够2只的话，它是不拉的，就它一次一定要跳2只这样，然后它是非指定的跳。那再来是黑魔女系统，黑魔女的话，一效果是从手牌到场上送一张进墓地，然后可以特招，然后召唤特招盖一张罪宝魔线。那一般来说，我们都是盖那个原罪宝去做展开啦。那如果你是后续抽的话，也可以考虑盖陷阱。
然后3效果是在对手回合从手牌场上被送到墓地的话，它可以跳回来这样子，然后一样要送一张进墓地。那3效果可以在对手回合提供你一个续航，还不错。那再来是这个魔女系统的话，还有这个通气令。那通气令的话，就是1效果减魔女，然后2效果除外，然后洗墓地1张最宝魔线，然后回牌组可以抽1张，那2个效果都可以开。好，那再来看到最宝魔线的部分哦，这个反叛的最宝就是后手去解场用的啦。我自己觉得还是要带，就是它会让你在突破的时候多一个选择，这样子选择场上一张正面表示的怪兽，然后把它贴到后台。然后再来是原罪宝，那原罪宝就是魔女跟蛇眼系统的衔接点啦。就1效果会把一张表特的卡，正面表示的卡从场上送墓，然后从手牌或牌组跳一张炎属性等级1。2效果的话是目的除外，然后洗一张蛇眼或是黑魔女回去，然后找一张炎属性等级的怪兽加手。那要注意是它是先找，然后再把那张怪兽塞回下方。所以你如果牌组已经没有绿色之类的，然后你想要洗绿色回去找绿色，这是不行的。它就是要先找，然后再塞回去这样子。好，那2个效果只能用其中一个，这个是要去注意的。那再来是蛇眼的这个神殿，蛇眼这个场地。那一般展开，你如果是下蓝带粉的话，然后接下来粉就会减这个蛇眼场地。这个场地也是一样，就3个效果都蛮好用。那基本上你先手展开，你只要不是透过原罪宝展开的都会用到。那1效果是从手牌牌组墓地去贴一张蛇眼怪兽当永续魔法卡贴在你的后台。那因为它可以从墓地贴的关系，所以假设你黑魔女代价炎龙的话，你开蛇眼场地的时候就可以把那个炎龙贴回来，就不用从手牌或牌组去贴它这样子。那2效果炎属性等级会加1100，所以蛇眼的那些小怪在有场地的时候打点都会变很高，这个点还蛮强的。然后3效果是只要对方召唤特召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双方后台的一张贴着的怪兽跳到场上。那这个在2个回合都可以发，因为它就是诱发嘛。那这个效果你可以注意到说，就是丢陨石的时候，这个效果也是可以发的，然后它是可以把对方的贴在后台的卡片拿过来的，这个点是要去注意的。有时候大家可能刚开始玩的时候不熟，会以为只能跳自己后台的，但它是可以偷对方后台的卡片。那最后是这张陷阱的最宝，这一张卡片的话不一定要带，但我觉得如果你是刚开始玩的话，可以考虑先带一下这样子，因为这个卡片其实会让你操作起来比较简单啦。然后还有像你抽码，假设你抽到后续的黑魔女的话，那这个卡片也可以提供你多一个档，这样子还不错。对，那1效果就是从手牌场上，然后把一张黑魔女送到墓地。就它虽然写这个什么迪亚贝尔斯塔怪兽，但是现在因为只有出黑魔女的关系，所以就是黑魔女。把它送到墓地，然后可以无效一张卡片，这样它就是这个3色的无效。然后2效果会让就是对手连锁黑魔女或者最宝魔法的话，你就可以把它除外去无效它。那这个效果对手很常忘记哦，就是你假设黑魔女代价丢这个的话，那后面你黑魔女的效果，然后还有你的原罪宝，这些都是不会被挡到的。那蛇眼系统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整个牌组有2种启动点，一种是蓝色，然后另外一种是黑魔女系统，就它是2条进攻的手段。那如果你有蓝色的话，基本上一定要先动蓝色，因为黑魔女系统去接到蛇眼系统的部分，就是用原罪宝把场上的黑魔女送到墓地，然后去跳蓝色。但如果你先动黑魔女开原罪宝，然后跳蓝色，蓝色被打，然后接下来你手上的蓝色就没有用了，所以比较顺畅一方式一般都是先动蓝色，然后把黑魔女那边当补点这样子。那只有你另外一边动不了的时候，你才会先动黑魔女。剩下是系统外的部分哦。首坑的话，无效系打蛇眼很强，然后这环境很多都是在打内战，所以无效系是带满的。然后灰区就不用多说。然后1换1，我这边是带的就是丢一张怪兽，跳一张等级1的，那就可以去跳蓝蛇眼，然后去做出动。好，那这卡片也是一样，它就是拉上线，然后同时也保下线的一张卡片啦，所以我觉得就可以带，但因为亏手牌的关系，所以也是选择啦，你也不一定要带。那额外的话，我们稍微讲一下旧机跟这个四海龙，还有这个羊鹿剑哦。这个应该是蛇眼这个卡组出来之后，大家才比较常看到。那其他应该都是老朋友，应该就不用多讲。那大家再自己去看效果就好。好，那首先是旧机哦，旧机1效果有一个这个延字数，这个要注意哦。就是它怪兽区的话，我们只能跳炎属性怪兽。那2效果就是非指定可以从墓地随便拉一个炎属性怪兽。那先攻在展开的时候，通常是把炎龙拉回来，那它也可以
拉 link 怪，就只要炎属性都可以拉。然后3效果在墓地的时候，如果怪兽被特殊召唤到对方场上的话，可以炸我方场上一张和对手场上一张怪兽。那我方场上要炸炎属性的，然后破坏那2张怪兽，跳这个救机回来。嘿，那2、3效果都是非常非常的强哦。那3效果在处理上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点要注意，就是说2张卡片只要炸到1张，它就会跳回来；但如果2张都没炸到，那就不会跳回来。好，那再来是这个游走金哦。那这张卡片就是你在你出不了抽马加阳光狼的时候，我们通常终端就会放这张卡片在场上。那它主要的效果是，它被炸的话可以跳墓地1张另个3以下的怪兽。那这个效果因为救机字数的关系比较少能触发掉，3效果偶尔可以触发，就是在比如说你打4海龙 combo 的时候，就场上另个3以下的怪兽被战效破坏，不管是我方还是对方，就可以把它除外，然后炸场一张卡片。那这张卡片其实最主要意义还是把救机解掉丢下场而已。那它的2个效果虽然有用，但其实不常用，就可以看看就好，就大家记得就好这样。那再来是4海龙哦，4海龙是可以配合前面那个游走金，然后还有救机去做一个斩杀 combo。那这个之后我们在实战会演示给大家看一次。那这边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效果，2效果是在我方主要阶段的时候发动，然后可以把场上所有怪都除外，然后之后把那些怪兽全部特殊召唤跳回来，就是它是算特殊召唤的。然后3效果在双方战斗阶段的时候可以炸对方场上我们相互连接的卡片数量。那3效果是2数的这样子，就但只能在战阶用。那构筑讲到这边，一定会有人问，嘿，为什么不带喷气？好不好？天童我前面有讲过，就你喜欢带就带，不喜欢带就不要带，那个还好，就那个不太影响你去做场。嘿，但构筑讲到这边，一定有人问说，为什么你不带喷气？那人家那个什么 MDM 那些组的都有带喷气啊，你怎么可以不带喷气？喷气可以做鲜花，喷气可以做 S 龙啊，可以防云啊，为什么不带？好，那这里我自己实际上打下来的理解是，第一个不带的理由是喷气吃1格，我的主卡位实在是没有那1格给他了。第二点，除了吃那1格主卡位以外，更严重的是额外牌组，你带喷气的话，基本上你最少要带到小车、鲜花加妖精。这3格，那如果你再带单一点，有时候要带红光带4格，那我自己觉得现在这个额外，你只要少任何一张卡片，其实就是你只要连马、暗灵使、魔王后这些选配的卡片不带，有时候真的你想要用但没办法用的时候，你会觉得头很痛，就是你的后手会相对变得更不灵活，所以我自己在取舍上，我会觉得都放 link 过来会好一些。再来第3点，就是它虽然喷气要吃我很多格子，它的触发率其实很低，因为这个后续我们展开的时候会提到，就是我们一般展开都是下蓝下粉，然后找这个场地的。那你要去触发喷气的话，你就得找这个元帅宝，就等于说你的场地就没有用了。所以这个轴虽然要吃我很多格子，但它的触发率其实没有那么高。因为实战上我们最多遇到的情况是什么？就是我们下小蓝被无效，然后我们特招黑魔女去过那个档，把我们场子打完。那这个时候你那个喷气基本上用不到，不太好用。但虽然说了这么多，我自己现在是不带喷气啊，但喷气有喷气的优点啊。我自己觉得有时候喷气在手上的时候，你在算那个场子，就对手如果黑魔女 cost 喷气的话，有时候会让就是展开突破多一个点啊，这点是有拉高上限的，所以有利有弊吧，我自己这样觉得。但其实先攻抽马 IP 打完这些应该是蛮够赢的啦，所以我会建议一开始我们先打这一套试试看，这样。那如果你真的觉得没有硬康很不习惯的话，那再考虑喷气也不迟，也可以考虑这样。那接下来我们先带大家看一场先手的实战哦。那起手是一个经典单小蓝的展开啦，那就我们第一动通招小蓝，那小蓝就是我们出动，然后对手会的话我们就直接止掉，因为不止不会动。好，那这边对手连锁狙哦。我们就再连手挥，这个是很不好的示范啦，就是不要摊这一边，因为你在这边丢狙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我还没有要特招，他都可以等我炎灵抓上手来丢狙就好，所以这边就是一个很不好的示范，直接被惩罚，这样就会变成我的挥过了，但他的挥没有过，直接双标。好，那这里触发炎灵被抓上手的效果特殊召唤下来，然后减场地，然后场地效果去贴炎龙。那这里就是标准展开啦，然后
这个炎灵变粒子球，然后把炎灵自己贴回来，然后蓝的解放炎灵，跳绿的，然后绿的再拉一只。好，那这边先手做场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哦，就是如果我们想防陨石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炎龙是要一直贴在后台的，就是不要去动它。那这也是现在蛇眼最大部分做场的一个方式哦。那为什么这个展开可以防陨石？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讲。好，那这边绿的解放场上粒子球去跳炎龙哦。那这里绿的要解放粒子球，原因是因为这样子场上2个怪才能做 IP， 因为 IP 是不能用连结怪去做的。好，那这边就做 IP 啦。然后炎龙效果跳2个1。那一般对手如果要丢陨石的话，这边就会丢了。那如果在刚那个点吃陨石的话，我们场面就会变成一个陨石 token 加对手陨石嘛。那这边就会触发我们蛇炎场地的3效果，就是把炎龙往前跳。那用炎龙的效果把 IP 贴在后台，然后这样子就可以过了。好，救济效果把炎龙拉回来。好，炎龙效果把 IP 贴到后台哦。那这里我们要把炎龙做掉，然后去出阳光狼，然后用粒子球的效果去触发这个阳光狼的效果，可以回收目的1张炎属性。那有灰我们就回收灰，没有灰的话，我们一般都是回收绿色的这样子。然后这里因为抽码的条件是属性不同的电子介组怪兽2只以上，所以这里我们就跳阳光狼加粒子球，用这2只去做，这样就满足抽码的条件了。那先手能做抽码，我们就做抽码，不要去做那个游走晶，因为那个游走晶说实话意义不大，就还是抽码的意义比较大。抽2张是很强的。好，那这边抽牌阶段对手开这个通气令哦，那我们就把抽码的效果也抽掉。啊，要记得我们这边灰被紫了，所以这个灰就不要丢。OK。好，那对手第一动跳魔女哦。那我们这边第一动就选择把炎龙往前拉。好，那一般状况下我是会选择教这个校分的，就是我会选择无效这个黑魔女。但是因为我看到他丢原罪宝的关系，所以我这边无效的意义也不大，因为他怎样这个通气令都可以抽到，而且我现在因为手上只有一张校分档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档要教的比较谨慎。好，这边就先不教黑魔女，就是一般对手如果是通气令先手通气令起的话，那他直接第一动跳黑魔女，然后发效果，我是会校分他的。好，我们就不用让他抽那一张这样子。OK， 那就场地跳炎龙，然后 IP 也可以再用炎龙的效果往前拉。原罪宝解放这都不管了。当然，如果原本可以挥的话，我会挥，但因为挥没有用了，所以就不能挥。那这里蓝就果断交无效系，基本上黑魔女跟蓝几乎是一定可以交无效系的。那差别差在通气令起的话，黑魔女要交无效系，但如果是黑魔女直接手退的话，就不用交无效系。那这里队友下喷气哦，因为我怕他直接做火灵石的关系，所以我 IP 先往前拉了。就是他如果一做火灵石，我这边救机就要跳起来炸他这样。好，那这边 C1 救机，然后如果对手没反应的话，我要在 C2 用 IP 去出神功或是冥神，因为救机在场会有一个延字数的关系，所以我们这边要直接发 IP 的效果去把它 link 掉。就如果你要先用救机的效果的话，你一定要连锁 IP 效果，不然你的 IP 就卡在场上没有用了。然后救机点的那张卡片，你可以拿去做 link 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救机只要有炸到对手怪兽，它一样会跳起来。好，那这边队友选择投降哦。就要注意说，我们在队友和交档的时候，就 C1 救机，然后 C2 IP 是一个很长的交档方式啊，或者你可以先交 IP， 然后炎龙的效果因为拉2个1回来的关系，所以你这边再交救机的档也 OK。好，那这里起手是这个通气令的一个展开哦。那通气令单卡就比较脆弱一点，这也没办法，不过能动我们就动。好，那就通气令抓黑魔女。然后黑魔女效果去盖原罪宝，就黑魔女你要自己这边开始展开完，你一定要盖原罪宝，然后原罪宝拉蓝，接下来就打刚前面我们讲的那一套这样子，就一模一样。那这里我们就给它快转一下，一样就踢炎龙，然后跳粒子球，然后炎灵贴回来，对，然后跳绿，然后拉蓝，
然后效果这边再跳炎龙，然后跳 IP， 然后炎龙的效果贴到2个1，那这里就吃陨石了，就刚刚前面有讲到，然后就炎龙往前推，通气令抽卡，然后贴 IP 这样子。好，那这里对手第一动通招这个化石恐龙，不过我们有炮影就没什么关系，让他的陨石跟我们炎龙对爆，然后开始刷墓地的资源，这个就是蛇眼最强大的地方啊。炎龙在对手回合被送到墓地的话，可以开始疯狂的刷资源，就你下回合就有续战了。就在做出很多阻抗的同时有续战，就虽然他挡大部分不是硬挡，但是就其实他的续战是很烦的。你可以看到说我们这边捡了蓝色的续战，然后手上要捏这个结场，这就很麻烦的。好，粒子球的效果就把化石恐龙的攻击力归0这里贴对手贴王冕果，不过也没事，我们就原罪宝先把化石恐龙贴到后面，然后再去做展开。那这边其实不管怎么打都赢了啦，就凤凰点那个王冕谷就可以了，然后下篮就一样再打一套这样。OK， 好。那先手做场的话，基本上我都会建议你们一开始就先打我刚刚讲的防陨石那一套啦。对，因为有灰的话，其实你常常前面就会吃到灰了。就假设你是原罪宝展开的话，我都会推荐你打防陨石那一套，因为原罪宝不灰的人其实很少，我觉得原罪宝基本上就是要灰的。那接下来带大家看一场蛇眼后手的对局哦。那前面先手讲完了，就做场其实都还蛮公式的，就大家可以照着那个公式打就好。那你刚开始玩的话，什么防灰啊、防陨啊、防这个的，可以不用先想那么多。这里这个是我比较以前打的啦，就我一开始会觉得说，对手如果通气令先动的话，代表他没有蓝，那我们就直接挥就没问题了。但我后来想一想，还是扣原罪宝好一点。对，这个可能算是不好的示范。就挥后面，我觉得一律就是扣原罪宝啊，或是蓝的通招效果或解放效果都可以。就蓝解放这边中灰的话，其实也是会痛的。就有的人会把灰扣到那边，所以如果我们要防对手把灰扣到那边的话，这个时候就是一般会有场地嘛，然后场地会贴一个炎龙，那我们就先 link one 粒子球，然后那个粉的效果不要贴，然后这边我们再用蓝的效果去解放炎龙跳绿，对。那如果你蓝解放炎龙中灰的话，炎龙进木效果还是可以把2个 link 值跳出来，就我们还是可以把该打的场面打完这样子。那这个就防灰啦。不过如果你听不懂就算了，你前面刚开始玩这卡组的话，可以不用记那么多，就打多了自然会知道。好，那对手就接下来就是做他该做的展开啊。有差利益提供这2个场子是真的很强哦。对，就比较标准的场子啦 ，IP 抽马炎龙。然后甚至场上还跳了一个独角兽，蛮难受的。这里我丢狙，然后被灰了，我决定把它止掉，是因为蛇眼在我的回合会做很多动作。那比较麻烦的是他这边又连锁了增值狙啊，所以等于说他狙通过了。那我们这一波就是肯定要扛着他的狙去做斩杀的。然后救机被拔掉了，嘿。那因为救机被拔掉的关系，所以我要斩杀就不可能做救机四海龙的斩杀，我们只能走连马那一边。好，这里是直接被冥神了，当然没关系，我们还有这个通气令可以继续去做展开这样子。
好，用圆坐表效果跳2个蓝。差力是真的很烦哦，就是它会把你墓地的资源洗掉，这样。对，炎龙把他冥神贴到后台，然后我们做暗灵使可以干他的怪。但运气比较好，是又补到一张紫名字啊，直接把它这个擦掉，不然这乌鸦说实话是有点痛的。然后这里就做连马的展开，然后因为他血只有6000的关系哦，所以他其实很容易死。然后要注意的是，这个东西就不要炸干净了，我们要防个泡影这样。好，那最后粒子球跳起来收头。就蛇眼后手的话，斩杀有2条路线，一条是连马，然后另外一条是那个救济四海龙哦。我自己打下来体感，我是觉得就2种斩杀都要放，这样我们在打的时候会比较有弹性一点。那接下来带大家看最后一场对局哦，那一样是后手的部分。那前一把我们给大家展示就是连马那边斩杀嘛，就你如果Link 值不够的话，你可以魔王后去踩连马这样子上去。就魔王后是拉那个墓地的魔法使，你可以拉黑魔女。那这一边我们就展示一下，就蛇眼另外一种斩杀手段啊，就是救济四海龙。那这一把我们对手的斩击，我们只有一个炮影，然后他起手做那个星爆粒子球，可以看我炮影，所以我炮影一直没有地方交哦。原本想说炮这边就他没有补点，然后就没抽嘛，但他手上有，嘿嘿他牌很大哦，对，这就比较麻烦一点。好，那这边来到我们的回合，他后台已知一张肯定是超阶层，那希望另外一张不是反制啊，因为是反制的话，基本上我们过不去的。首先开这通缉令，看能不能骗个档，因为我们手上黑魔女嘛，所以这通缉令就骗档用的，但骗不到。好，那这边盖这个反叛罪宝，逼他墓地的融合怪一定要扛。这里对手是打比较急啊，直接开超阶层的。我觉得这边可能不用开超阶层，这一把主要是他挡交的比较随意一点，所以我们才有机会过。好，那超阶层进场会有一个效果，掉我一手。那如果我没有掉到1换1的话，基本上都还能打啦。对，这边运气比较好，我是掉到我最不想看到的炎龙，然后就通招这个小蛇眼。他这里挡也是交比较随意，他如果扣原罪宝的话也是好一点。那我们这边就开1换1，直接跳蓝，然后减粉，再带一个。那这里对手就基本上没有挡了，剩这个后台。好，那蓝的效果去解放贴上来炎龙，跳一个。那他这边把蓝紫掉了，然后炎龙因为墓地没有2个等级1炎属性的关系，也不能触发，但还好我们额外有带那个暗灵使哦。才能去做斩杀。那一般如果你带同步走，这边没有暗灵使的话，可能就演不下去了。所以这也是额外领个怪多的优点啊。然后这里救济拉炎龙，那一般我们这边做救济四海龙斩杀的时候，还会再多一只怪。那一只怪跟这个救济去做游走精，然后再变四海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斩杀套路。但因为这边我没有 link 值的关系，所以炎龙一定要 link 下去哦。那先用炎龙效果去推他的 link 5到后台，然后作为羊鹿剑。那炎龙效果还没用的关系，可以把2只小蛇眼拿回来。然后这里就做四海龙，四海龙用一个 L4就可以出啦，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用羊鹿剑去跳四海龙。那发四海龙的效果，把所有场上卡片移除，然后可以选择它的形式去跳回来。然后大家在用这个斩杀的时候要记得哦，就是你一定要留时间。因为这个一张一张的表侧形式你都要自己选，还有位置也要自己选。那像对手的怪，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盖子跳回来，这样子有些比较麻烦的抗性它可能就没有了，这点是还蛮不错的。然后因为对手常常有怪兽特招关系，我们就会触发墓地救济的效果，可以特招回来。
然后 C1 救击 C2 粒子球，就我们怪可以白嫖一张这样。然后救击跳回来。这里有炸到连结怪的关系，游走金可以多炸一张哦。那一般状况下的话，我们是近战阶，然后四海龙可以用它的效果炸2张。就它单效果是在战阶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你场上相互连接数量的怪兽去破坏对方场上的卡片。那一般你是就是四海龙连着救击，所以是炸2张这样。然后左边正常状况下会站炎龙，所以打点这3只就过8000了。对，好，那后手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先用你比较多的卡片去做踩场，然后跟骗挡，然后善用灵使啦。就内战的话，火灵使跟暗灵使都还蛮强的。就暗灵使可以拉魔女，然后火灵使可以拉救击啊，拉对手目的的小蓝啊、小粉啊、小绿啊去做展开这样子。都还蛮好用的。就内战火灵使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哦。然后斩杀路线的话就分2种，一种是魔皇后连马的斩杀，然后另外一种是四海龙救击，就我刚刚讲的这一套。好，那实战讲解的部分大概就到这里。那我自己觉得蛇眼先攻案展开的方面，就不外乎就是看着灰跟看着陨石去打啦。那就先手的话，做场应该算是比较简单的，就大概一两种做场方式而已。那后手是比较难的，就是怎么去踩场这些。那这个需要大家去多去做实战啊，然后累积经验才能玩的比较好。这样，那就可以记住，就是你后手火灵使真的很强，就火灵使去拉对手目的的那些炎属性怪兽都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要记得你的火灵使跟暗灵使是强的，然后你的斩杀路线就是2条，一种是魔号连马，然后另外一种是救击，然后去爬那个四海龙。就这2种斩杀路径是要熟悉的。之后会再出一个影片，就比较针对蛇眼，可能你应该要怎么去做打断，然后还有它的弱点哦。好，但你要学会怎么对抗它，我的建议都是你先去玩一下蛇眼，就是你先玩过，其实你就比较知道怎么对抗它，就你哪边中档最痛啊之类的，就你自己实际玩过，你就会熟悉很多啦。本期影片就到这边，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或到我实况上来询问。觉得我做的不错的话，也可以加入会员，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哦。我是 FCGRZ，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